你一定要记住一个重要的人生建议，关键时候它就能救人一命。以后坐飞机你就选这种盈利性的公司，它能让你避免很多的空中惊魂。昨天就有300多人经历了一次。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21号。我们先看新闻来源吧。国内的新浪财经报道，北京时间的7月20号的凌晨0点24分，正是天黑的时候，东航的一架 MU735起飞了，它的目的地是10个小时以后的澳大利亚悉尼。但是飞行员发现这起落架无论如何是收不上来，卡住了。没办法，你只能返航这家伙带着起落架收不上来这阻力多大？所以说他面临一个选择，这油一共加了是110吨航空燃油。如果说返航的时候一降落，万一出现问题这机会可就人亡了。那他没办法，只能把这油放了。放油花了多长时间一共在浦东的东海上空盘旋了2个小时，然后在2点24分落下来了，好歹算是平安落地。但是这油基本上放没了。你知道这一箱有多少钱？我测算了一下这个航班的机型是空客 A350，它的满油是110吨高质量的航空燃油，价钱折合美元是11万美元，人民币呢那就80万。可以说这个航班铁定是亏了。当然了，这时候就不能算着小账了，因为据有些人乘客讲，少数乘客出现了尿失禁的情况，说实在点就是吓尿了。为什么呀？因为在上面盘旋那5圈2个小时那真的是生死一线间。大家都清楚，在咱们自己外海不飞直线徘徊什么意思一定是飞机出问题了。那我们就来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呢？出在地勤。好，我们看一下有一长航线机务忘记拔起落架的插销，导致航班放油返航，希望大家引以为戒。说这个话呢是东航内部的工作群，这个已经被新浪财经放出来了。那我们就来问了，这拔插销这么简单的操作，地勤怎么能忘了呢？我告诉你，深层次的原因它还是钱的事儿。我们来看报道，暑期是考验航空公司忙中不出错的能力的时候了。2024年1月22号呢，国航就搞过一次这个事儿，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东航，国航也搞过一次。2024年1月22日，据国航公告，从北京飞往常州的 CA1825航班，因我司工作人员工作疏忽未取下前起落架的安全销，导致飞机前起落架无法正常回收。机组按程序处置，飞机返航。我们对由此给乘客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并深刻检讨、认真反思，什么立刻启动有关的整改，严肃追究责任那都是后官话了。还有一个，2022年1月30日，祥鹏航空从昆明飞往揭阳的 8L9877航班起飞后，发现起落架无法收起，在昆明上空盘旋1个小时后返航。落地后检查发现，飞机3个起落架的安全销未拔出，导致起落架无法收上，3个都没拔。这是什么呀？太忙了。忙的原因我们也找到了，还是钱的事儿。眼下的暑期正是各航空公司繁忙的重要时段，也是1年中重要的盈利窗口期。这暑假学生们都出来了，正好航空公司赚钱呢。根据东航7月7日发布的东航暑期旺季日均执行3200余个航班的文章显示，东航根据旅客出行需求和市场票务预订的趋势，对航班计划进行了有序编排，合计将直飞航线1150条，日均执行航班超过3200班，一天就有3200个航班同时飞。
同比2024年增长了5%。值得一提的是，东航在近期披露的上市公司公告中表示，预计2025年上半年亏损是12亿至16亿。上半年没赚钱，亏了10几亿，就指望一年中的这暑期要旺季把这亏损降一降。所以说人困马乏，飞机累的人也累，有时候0:24你起飞估计什么都已经困得不行了，所以他可能就因为这个忘了拔那插销了。所以说这80万的航空燃油可能够这小子赔的了咱们说第二件事除了中国航司这个赔钱美国的汽车公司也赔了，至少是通用的利润下降了。这个呢还得拜这个关税所赐。我们看新闻报道 ，NBC 新闻，通用汽车周二表示，由于川普总统的关税措施，导致公司损失逾10亿美元，其中2季度利润下降逾1/3。因为美国的汽车公司它有大量的零件美国它自己不生产，像什么菲律宾中国、印度还有那个加拿大还有那个墨西哥，它是进口的。现在老川给这些进口零部件呢加了关税，所以说本土的几大的汽车公司亏损。我们来看，克莱斯勒母公司周一表示，由于关税和其他共和党的政策影响，该公司上半年亏损折合27亿美金和23亿欧元。通用汽车表示，本季度利润为19亿美元，低于去年的29亿美元。然后呢，他给股东的一封信中表示呢，现在我们仍然无法生产那些零部件，等于亏损将会持续下去，除非川普你把这关税给抹了。所以说老川一直讲我们要振兴美国的制造业，但现在你赖以生存的汽车、铁锈带的人都亏了。好，我们说第3条吧。这老川忙什么呢？他现在最近最忙的还是那爱普斯坦的名单。今天他的那个肉喇叭也是莱维特，他开始学会中国的打太极了，就是总统你开始往那下边推。我们来看对话报道据福斯新闻，因为有记者问川普总统为什么不直接命令联邦调查局公布爱普斯坦的全部文件，这个莱维特说，总统说了，如果司法部联邦调查局想要公布任何可信的证据，他就应该这么公布。至于为什么他们没公布呢？你应该问联邦调查局那联邦调查局肯定得讲，我们这正在研究啥时候公布实际上这就有点像中国的那个双簧我在想呢，既然说爱普斯坦他犯罪了而且影响这么大，公布有啥不行的呢？即使有你，大家也许能原谅你呢，对吧？好，第4个说一下马斯克和中国机器人。马斯克在昨天的时候，他发了一条 X， 他现在开始进军这餐饮行业了。当然，最重要的不是餐饮，而是那个人形机器人。他在这个洛杉矶开了一个24小时营业的餐馆，卖的还是那披萨汽水那些东西，和麦当劳没有本质区别。那它的特点在哪里是它的店员呢，一半是真人一半是机器人，给你打招呼给你负责那个爆米花收银还是人但是一般的粗活可以让机器人干了。那它目的绝不是噱头，而是训练这些人形机器人，有一天你能够替代这个人类，最后收银的活你也干了。所以说呢，它能解放人的这个重复劳动。那与此同时呢，我发现中国一家机器人公司它研发的机器人就比较有中国特色了，就是这个机器人它能够自己换电，也就是说可以做到24小时不停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卷。那我们看报道是怎么说的由中国优必选科技公司制造，这个机器呢是身高1.62米，体重43公斤，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这个机器人呢叫 S2， 它那个电池呢是48伏的锂电池，这个电池一次可以站立4个小时和行走2个小时，
直至电耗尽。但是在电耗尽前夕呢，它可以自己寻找充电站，自己换完电池再回来再继续再干活。目前呢，它是在生产线上的。那我们讲它的区别是什么？老美这个机器人呢，更偏向于如何替代这个人类，减少人的劳累。而中国这个机器人呢，更希望找那种永不停歇的牛马啊，也很有特色。那我们再说第5件事，也是一个好消息啊，给在美国的华人一个启示，也许你能省100万。我们看报道呢，是《洛杉矶时报》昨天的，他有一个女性的设计师，她感觉呢，在加州洛杉矶买房子比较贵，动不动在她所在的区域就是100到200万美金。而她想买房的时候是在2021年，那时候不还疫情期间嘛，本身挣的少，所以她干脆想，我就是设计师、建筑师，那我买块地还不如自己建的。所以说呢，她就行动了。他花了21万美金于2021年在山坡上买了一块400平米的地，然后呢，他就发动自己的老公啊，这个也不用工钱了，还有孩子们，用了3年的时间建造了一个2层的170平米的，算是豪宅吧。而他花了多少钱呢？连买地的20万，在那个买材料，一共花了100万。连地带料建好了100万，而事实上，它相同区位、相同品质的房子能卖多少钱？能卖200万。它实际上省了100万，当然这都是人工了啊。他现在就突发奇想，他认为自己呢是一个天才，然后呢，他改行做建筑商了，申请执照。他目的啊，就你买地，我给你建，因为我已经有经验了，本身我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实际上，我感觉呢，他想把这100万啊，通过干这个活啊赚回来。这件事给华人的启示是什么呢？你如果不想买房子，或者洛杉矶很多房子已经是100年了，或者是这70、80年了，你也可以考虑这种形式。倒不是说让你把它拆了啊，你再重建那个很麻烦。你找块空地，找个空地呢，你自己盖，或者你找他盖，你就能省很多钱。这个地方我看了一下啊，离我们这不太远，它在洛杉矶中心的北部格伦戴尔，那个山叫做华盛顿山，谁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看啊。那根本不偏，那也是一个高分的学区，当地的房子中位数呢是150万左右，也算是一个妥妥的中上层的区。在那儿花100万，花几十万买块地皮，然后你再盖好了100多万，很值啊！大家对这主意怎么看？欢迎在留言区咱们共同来探讨。好，欢迎关注大伟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有意思或者有用的信息。再见。